我查遍了整个故宫这个餐饮礼堂，没有一个满汉全席。卤肉这东西，我在我拜王熙富之前我没听说过，更别说见过。这不是一天两天教会的，现在将近有16、17年了，在一起磨合。海八珍热菜大件灌汤黄鱼上桌了，您呢？在寻找国味的旅程中，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。中华宴席的集大成者，非满汉全席莫属。它像一个解不开的谜一样，扎根在每个人的心和胃里。它到底是难得一见的宫廷盛宴，还是相声贯口里的美食传说？满汉全席传承人王熙富用20年时间向世人揭晓了这个谜底。说我查遍了整个故宫这个餐饮，整个这个礼堂，没有一个满汉全席。民国时期，这王爷贝子贝勒已经下了台，还回味他们旧日的梦的时候，出现的满汉全席。但是建国以后呢，满汉全席就消失了。它是从抗日战争开始，日本打卢沟桥，北京沦陷，北京就没有做满汉全席的条件了。早就想恢复，因为我从民国时候，我小时候就开始吃饭庄子，就是满汉全席这些菜，那是常吃的。哥哥、父亲、爷爷，不是八大楼子就是八大堂子啊，还有御膳房的厨师，这些人坐在一块儿，说的、做的、吃的都是满汉全席的东西。从小就在厨子里头熏陶，把这些内容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。这不是一天两天教会的，现在将近有16、17年了，在一起磨合、学习、培训，就差不多了，这就可以摔了，这就。对，是吧？对。我02年拜的王熙富先生为师，实际我已经参加工作23、24年了。卤肉这东西，我在我拜王熙富之前我没听说过，更没说见过。还得搁烧。好了，差不多。攥完以后，这香油味就特酸。那么一开始确实有很长时间，师傅需要手把手的反复的说，烤得过火了，烤得欠火，或者腌的不够，晾坯没晾好，经常因为这个事儿挨说呀。扎眼、搓揉、搓盐、料酒、姜汁、葱姜，先腌制，还得腌够时间，一般都不能低于12个小时。腌完以后，您再晾坯。晾坯晾到什么叫响皮肉？一敲当当的响的时候。本身的游牧民族擅长烧烤，说满族人他们就善于烤鹿肉、烤鹿方、烤狍子肉等等野味。烤的什么事啊？烤的枣红色，肉皮呢必须起泡。所有多余的脂肪烤的时候就都飞大下来。吃的这个卤肉，它肥而不腻，烤出来非常的香啊，皮很硬很脆。你卤肉选好了，烤好了，蒸卤肉的汤你还要留好。这个海参还需要有松汁和肉汤加在一起煨这海参，所以说它才能到海参里头有卤肉的香味儿，卤肉里有海参的鲜香，它们之间叫原汁原味，相得益彰。满汉全席除了烹饪以外，还附加有很多复杂工程的内容。吃什么呀？这个烤苹果行吗？烤苹果行是吧？烤苹果带汤汁儿，这哪行啊？这是带彩的。这个火熏白菜行，这里头那有花儿不行，压在底下呗。这半截露出来了。现在里头哪？师傅头都大。席面上的很多礼节、餐具、室内装饰与陈设，都是满汉全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满汉全席与其他名宴席最为不同之处，在于它保留了满族宴席必不可少的饽饽桌子的习俗。上菜前，桌上的饽饽垒得越高，代表宴席越尊贵与奢华。完整的宴席就是菜品、果品、饽饽。因为我是吃手工饽饽长大的，也是传统饽饽的世家。传统的满汉饽饽没了，机械化生产的饽饽和手工生产的饽饽质量没法相比，真的用机器做不出手工饽饽来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培训徒弟手工做，把原来手工做的这种点心呢，逐步的在富华斋恢复了。我和师傅在初建这个饽饽铺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啊。最初开饽饽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5、6款点心，然后再慢慢边学边增加，边学边增加，是这么一步一步走来的。在众多饽饽之中，最花功夫的要数翻毛月饼。酥皮飞起似鹅毛的美名，使得它在宫廷名噪一时。据说是慈禧太后就有一回传点心的时候吧，太监给她上了一个大大的翻毛月饼，她一看这一次怎么上这么大的月饼，这谁吃得下呀？所以她就很生气，猛地一拍桌子，结果翻毛月饼的皮一层一层的，就跟那个鹅毛飞舞似的。哎，她说这种点心还没怎么见过啊，于是她就尝了一口，发现那个翻毛月饼特别好吃，然后她就说：“哎，这点心叫什么名字呀？就是为了奉承他，老佛爷这还没起名，你给起个名吧。”后来慈禧太后就说，看着这个点心这个毛，特别像鹅毛飞舞的那种感觉啊，那以后就叫它翻毛月饼吧。请各位入席，各位先生女士，各位专家学者，满汉全席金秋宴吉时已到，请各位落座平安。谢谢，落座平安。餐前有进门点心、迎客茶、落座茶，有满汉饽饽桌子、红白月饼、翻毛月饼、干菜月饼、三鲜月饼、瓜仁油松饼、萝卜丝饼、芙蓉糕、孙泥鹅分白糕、八宝槽子糕、鸽子盒、炸三角、玫瑰饼、糖火烧、萨其马、见风香、鹿肉酥、盒子酥、玫瑰栗子酥、酥子茶食，都在这一盘里。好，刚口。咱们上菜上8素碟儿、八宝莲花素、海米秦黄、温博南芪、香菇面筋、香米藕、焖素鸡、鸽子盒、炸三角。108道的满汉全席啊，是满汉全席的其中的一种。我们为什么要做108道？我们是一种演练，是一种复原，不是要真正给某人吃这个饭，是不是？就如同唱一大戏一样，一次听不了10个戏连着起来的这种节目。但是我们唱戏的人必须得全练会了，啪，从头到尾唱一遍，这才叫复原。我们是恢复这个技术，一顿饭的时间内能做出108道席，传承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优秀的餐饮文化。好，黄鱼拿过来，黄鱼。把面条挪了。就算再有经验的大厨，面对这道菜也不敢有半点疏忽，一点差错就将数日的辛劳前功尽弃。这就是满汉全席中声名显赫的灌汤黄鱼。电影《金玉满堂》中将灌汤黄鱼演绎得神乎其神，而真正要把这道菜做成功，需要胆大心细以及超出常人的耐心。海八珍热菜大件灌汤黄鱼上桌了，您呢？哇，这灌汤黄鱼。说到黄鱼上，咱叫整鱼脱骨。所谓的咱们生态黄鱼，咱也在700-800一斤。所以说你捅漏了之后，这条鱼就浪费了。从鱼嘴捅进去，把它所有的纤维呀都给它断掉。越往尾巴越捅越细，皮越薄，很容易捅漏。捅到最远的尾巴根儿，赶到骨节的地方，嘣儿撅舌头。提了出来以后呢，我们有一个习惯，先跑到水管子那儿，从嘴里灌水，灌满了水以后，它一滴水不带漏的。好。
用大葱把鱼腐给撑起来，撑开以后腌一宿，它让它入味儿。第二天腌透了以后还要吹坯子。如果黄鱼的皮如果很嫩的话，你一炸就崩皮。你要给它从凉油到热油逐渐的升温，慢慢炸。咱说脱骨是一个难度，炸的时候更是一个难度，每层要层层把关，层层技术要娴熟。进到蒸箱以后，对厨师更是最后一关的考验。那么灌汤黄鱼蒸的时间你要把它算计出来，一般最少不能少于半个小时。那么灌汤黄鱼里头同样有海八珍、鲍鱼、辽参、鱼翅、燕窝、裙边、干贝，这一般都是提前1周就要把这些用好汤煨好。怎的才称为真正的灌汤黄鱼？汤主要是在灌汤上，打开这鱼腹，你能看到真正的汤，少了没有意义，因为它的工艺层层的这复杂性和它的难度，所以说呢，灌汤黄鱼这个菜确实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道菜。但它是不是宫廷菜呢？在宫廷菜里头很少见到灌汤，但是在八大楼、八大堂里头，尤其在满汉全席里头是经常出现的。这个灌汤黄鱼，你吃到鱼啊，如果你闭上眼睛吃，还真不知道这是鱼，啊，你就觉得吃了一个好像跟鱼肉的纤维很接近的肉。再仔细一品，就品到的五味纷陈，还不叫杂陈，什么味儿都有，而且融合的特别的恰到好处，并且呢，你要仔细品，能够把它的层次品出来。咱们上菜，正席四烧烤、烤花鸭、烤乳猪，这可是大菜。烤哈尔巴子、烤陆方。看一看很重要，就是说让大家知道现在还有人能做这个菜。这也是我们叫做开眼界的部分，大过于品尝的部分。他再有钱，估计也很少有人说来我来一个全套的，因为吃不了，也不能提倡大家都订这个，浪费也。真吃啊，可以吃，叫1/4角。哎，他就讲的是这个，66道、88道、33道、15道、24道，都可以做。对，今天长了见识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，真的也要长长这个见识，但别像今天我们这样集中来见。啊，王先生说了，满汉全席108道可以分开了吃，您可以用1年的时间，可以用2年的时间、3年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去体会曾经博大精深的中国的烹饪艺术。我们一块儿敬王先生一杯茶吧。甜甜茶。千里长蓬，万盏茶香，香飘一路，车马平安吧您呐！送客。谢谢。来，这是伴手礼。满汉全席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盛宴和味蕾的享受，它背后深藏的是对美食的坚定信仰。几十年钻研，不负匠心，汇聚成108种中国味道，品宴席之最，赏国粹之美，寻找最地道的大国风味。